我花40万给母亲买的高价住院名额，去手术的时候发现被顶替了，而我的户口里竟换了一个妈。我赶紧联系上这个冒名的妈，她却理直气壮表示，反正我已经住院了，这进口的仪器也在给我用，反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不如你就当我儿子算了。我强忍着内心的愤怒和冲动，以监护人的身份把这个妈换到了一家妇科医院做乳腺切除手术，又准备了一些起诉材料，让他家人牢底坐穿。这次换他的儿子疯了，火急火燎找到我，我理直气壮，在我户口本上就是我妈，我妈关你什么事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妈心肌梗塞老毛病了，这些年我在外面赚了点钱，想着给妈妈找最好的医生，把这个病给彻底治好。我花了40万找了最好的医生，用国外进口的先进仪器，没想到进院办手续的时候，医生通知我名额已经备用了。我以为是医院弄错了，我妈的病还没治呢，怎么会已经用了？可医生告诉我，住院系统显示，我母亲的名额已经被本人给用了。我看着身旁被心脏病折磨得面容憔悴的母亲，几乎要跳起来打这个医生。老子花了40万，为了能快一点给我妈治疗，提前把这个费用给付了，现在却告诉我名额备用了，一定是医院里面搞贪污腐败，把我的钱给吞了。医生却义正辞严地表示，我们这里是正规的医院，不可能动病人1分钱的。我冷静下来，要求查看手术记录，记录确实显示我的名额被用过了，并且现在就住在我预约好的床位上。我火急火燎地冲到病房，我的床位上果然住着一个陌生的老人。我怒气冲冲质问，你是谁？怎么躺在我的床位上？他抬了抬老态龙钟的眼睛，这是我儿子给我订的床位。什么叫你的床位？我赶紧把医生叫过来对质。医生走过来一看，查了查系统记录，对我说道，确实没错，他儿子给他预约好了手术和床位，还请你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我拿出医院的缴费记录，手术费、仪器费、住院费等等记录。医生看了看，却说道，没错呀，你妈现在不就躺在病床上吗？我简直要气疯了，我妈现在就在楼下，被心脏病给折磨得心力交瘁，这病床上躺着的究竟是谁？医生也纳闷，他比对着住院手续，问我，你妈是不是叫李春梅？我摇摇头。医生又问，那你是不是叫张小龙？我点点头，我是叫张小龙，可我妈叫杜瑞娟，根本就不叫什么李春梅。医生双手一摊，医院的系统不会出错的，李春梅住院完全符合程序，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请你们自己去查，不要耽误病人住院。我感到无比纳闷，既然医院的系统不会错，那也就是说，这个李春梅确实是我的母亲，这其中一定有哪里出错了。我看着病床上的李春梅，大声质问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没好气道，儿子，是不是当妈的用了你的钱，你心里不舒服，导致你精神出了问题？这里就是医院，要不你去挂个号。一旁的医生也点头，我看也是，你要不去挂个精神科的号，我挂你8辈祖宗的号。眼见在这里说不通，还被人当作胡搅蛮缠，我赶紧下楼把我妈给带了回去。接着我马不停蹄来到派出所查户籍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我户口本上竟然换了一个妈，而母亲那一栏上赫然写着李春梅。我当场质问民警，
把在座的民警都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连户口本都能给改了。好在这里的民警也能理解我的心情，连忙安慰我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不好受，但是如果我再在派出所胡搅蛮缠，他们就以我妨碍公务为由把我抓起来。我一想也对，迅速平静下来，并向在座的民警表示歉意。可他们到底是如何改我户口本的？民警也只是说，可能是当时的值班民警给弄错了。李春梅是和她原本的儿子过来的，直接把户口上在了我的头上。那既然如此，现在再把户口给改回来不就好了？可民警说，我们可不能随便改户口，更何况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就是对的呢？我哑口无言。当初他们上错户口，你们不去证实真伪，现在我把户口换回来，你们反倒是依法办事了，故意针对我。我又问民警，那篡改我户口的人到底是谁？可民警却以个人隐私为由，将我给推脱了。好，既然你们不肯帮我，那我就自己查。回到家后，我妈还不知道这个事情，她看我心事重重，安慰我：儿啊，妈生了这个病连累你了，我都一把年纪了，治不治都活不久了，何必浪费那个钱呢？我妈一定是以为我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所以才没有给她办理手术。看到我妈这么疼爱我，我心里就一阵心酸。我把这件事对我妈说了，并发誓无论怎样，一定会把她的病给治好。我妈看着我，眼睛里闪出一道泪光。我爸在旁边听到这件事，一巴掌把桌子拍得哐哐响。妈了个巴子，老子活了几十年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，连手术位也敢抢。我急忙安慰我爸：爸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能办好，妈的病也绝不会耽误治疗。我爸见我信誓旦旦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好孩子，当务之急是找到那家人，让他们把40万交出来，你妈的病要紧。我坚定地看着我爸，点了点头。我妈这时说道：你把钱要回来就行了，我这病治不治也无所谓，我让他们在家里好好养着。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让这家人血债血偿。很快我联系了一个律师朋友，关于这家人篡改户口，占用我妈手术位置，究竟能定什么罪？律师朋友说，这件事情很棘手，毕竟程序是正确的，只不过不知道那家人用了什么手段可以篡改户籍。如果篡改的事情可以证实，那就可以判这家人一个诈骗罪。得到律师的答复，我火速赶往医院。李春梅正躺在病床上，悠哉悠哉地吃着葡萄，吐得满地葡萄皮。见我来了，她冲我一笑：我儿子来了，是不是给我带好吃的了？我冷冷地看着他：谁是你儿子？他一屁股从床上坐起来，看样子应该是手术做得很成功。我户口本上都显示你是我儿子，怎么你还不想认了？我开门见山：别给我装，你儿子是谁？是怎么改我户口的？这老太胖墩墩地坐在床上，眼里满是不屑，看得我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推搡着她：你快说呀！我妈现在急需手术，你做人怎么这么残忍？没想到她却突然大叫起来：儿子打娘了！儿子打娘了！你们快来看啦！还有天理吗？叫嚷声很快吸引来周围的人，他们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很快医生也过来了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我不管你妈是谁，现在你户口本上写着李春梅就是你妈，你别给我在医院里闹！我气不打一处来，我根本没有打她，不要诬陷好人行不行？李春梅添油加醋，掀起胳膊：你们看呐，我这手上都被打出一块淤青了。她这手臂上分明是自己不爱干净落下的污渍。众人纷纷指责着我：
虐待自己的母亲。还有人拿着手机拍我，我大声喊道：她不是我妈，她是冒牌的。李春梅变本加厉：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啊，儿子连妈都不认了。说着拿出纸巾擦了擦眼角，装作一副受害可怜的样子。周围有人说道：是啊，他这个儿子平时连看都不看一下，反倒是一个外人，还经常过来看望看望。春梅真是可怜啊。我敏锐地听到他说一个外人经常来看，想必这个人就是李春梅的亲生儿子。我赶紧拦住那个人，问道：你刚刚说是有一个外人来看我吗？那人说：是啊，每次来还带点水果什么的，我看他才像春梅的亲生儿子。我追问道：那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家住哪里？那人还没开口，李春梅突然打断：儿子，你不要乱问那么多，人家有心是人家的，你打听人家住址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想上门威胁人家？周围人连连点头，伸出手对我指指点点。我无力辩解道：这人真不是我妈，她占用我妈床位，害得我妈现在还大病缠身。李春梅急眼了：儿子，我知道你不想给我治病，你不就是看我花了你这么多钱，心疼了吗？大不了我回家，这病也不治了。周围人眼见他要跳下病床，连忙给拦住，伸出手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我自知在这里待下去没有好果子吃，悄悄离开了医院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心里盘算着，这个李春梅的亲生儿子会来看他，那我只需要在医院蹲好点，就能把人给抓到。我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说话都开始有气无力，吃饭从一碗饭变成了一小碗。看着我妈憔悴的身体，蜡黄的面孔，我的心里一阵刀割。都是这个李春梅占用了我妈的手术位，害得我妈病情加重。如果再不接受治疗，恐怕我妈的生命就会遭遇不测。经过我接连3天蹲守，终于在一个傍晚守到了李春梅的儿子王磊。他个头矮矮的，浑身看起来有点脏兮兮的不干净。去医院看李春梅时，手上拎着一袋子快发霉的香蕉，估计是从哪个菜市场捡漏的，满脸的小人得志表情，冒用别人身份霸占别人的手术位。殊不知这种行为严重触犯了法律，而他的表情还沉浸在捡到漏的喜悦中。我悄悄在门外偷听他们的对话：妈，那个人最近又找你了，会不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来？李春梅笑了笑：儿啊，你放心，那个人就是个软蛋，来这里被我们骂的一句话都不敢说，你就放心吧。好嘞妈，这算下来我们可净赚35万呢。我心里疑惑，手术位不是40万吗？他为何说是35万？难不成他们办这个改户口的事情花了5万？他们寒暄几句，张磊就离开了。我悄悄跟在他后面，一路跟踪到了他的家里。他们家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区。我敲响了房门，开门的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。她看着我，一脸疑惑，语气很是不满：你谁呀你？跑我家来干什么？我直接把事情的原委给她说了。我们都是普通的打工人，攒点钱不容易，为了给母亲看病，这些年我省吃俭用，再加上父母的一点积蓄，好不容易凑出来的手术费，希望你们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把钱给还回来，不然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可这女人丝毫不听劝，嘟囔着肥嘴，骂了一句，迅速把门给关上。我眼疾脚快，伸出脚掌挡在了门缝里。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眼神有些凶狠地盯着她，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愤怒。这女人果然不是好惹的料，她的嗓门就像烧开水烧开了，声音又尖又高。你给我滚开，
别在我家门口撒野！”尖锐的叫声很快引来屋里另一个人的注意，他手上还捧着饭碗，边吃边走过来。那人正是李春梅的儿子张磊。看情形，他们应该是夫妻。张磊看向我：“你来我家有什么事？”我趁间隙把门给推开：“我是杜瑞娟的儿子，你妈占用我妈的手术位了。”他一听到这，脸色煞白，放下饭碗就要关门。“我不认识你，你给我离开我家！”我死死地抵住门，用尽力气嘶吼道：“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我妈病得快要死了，你却在这里视而不见！”张磊明显做贼心虚，不敢对我说太多话，只想让我赶紧离开。他语气强硬中带着软弱：“你快走吧，不然我就要告你私闯民宅了！”我顿时来了火：“有种你告我呀，我还没告你，看看我俩谁有理！”他明显理亏，说话中都有点颤抖。我和他死死地抵住门，他的力气明显不如我，门一点点地被我推开，门缝也越来越大。我说：“我来这里也不找你麻烦，你只要把40万还给我就行了。我妈现在生命垂危，我没钱。”他扯着喉咙喊道：“你妈死不死的关我什么事？这些都是她害的呀！若不是她篡改我的户口本，占用我妈手术位，我妈的病估计现在都好了。你妈的命是命，我妈的就不是吗？你篡改我户口本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都什么年代了，都是用电脑系统录入的，早就不是过去用手写了。”就在僵持不下时，那女人突然拿出一把菜刀，直直朝着我的头上砍去。眼见菜刀要落到我的头上，我双腿一用力，后撤了一步，头部躲过了菜刀，可菜刀依然在我的肩膀上划伤了一道口子。那胖女人朝我凶狠地喊道：“要是再敢来我家撒野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的头剁下来？”真是个疯女人。好在伤口并不是很严重，再待下去恐怕性命堪忧，只好暂时先回去。临走前留下了一句狠话：“我会用你们的方式来对付你们，你们不忍就别怪我不义。”回到家，我爸妈看到我肩膀划伤了一个口子，还在往外冒血，焦急地问我发生什么事了。我怕他们担心，谎称是不小心摔得。我爸看出来了，他语气中很是生气：“小龙，跟爸说实话，是不是你去找那家人，然后被他们伤了？”我这才点点头：“爸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的眼睛啊！”我爸当场就急了，冲进厨房，提了一把菜刀，指着天喊道：“这帮畜生，害了你妈还不够，现在还敢害你！看老子不把他们给剁成泥！”我妈赶紧劝道：“老头子，赶紧把刀放下来，万一伤到自己就不好了。”我爸这才把刀放到一边，转而关切问道：“你去找那家人，他们到底怎么说？这40万还不还？你妈这病到底治不治了？”我安慰道：“爸，你别担心，既然户口本上李春梅是我法律上的妈，我就是她合法的监护人。我自有妙计。”听我拍着胸脯保证，我爸这才稍微消了消气，而我妈在一旁轻轻叹着气，说到底这件事也是因她而起，如果不是这病，也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了。我看妈的脸色不对，蹲在她的身边安慰道：“妈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件事本来你就是受害者，是李春梅那一家子占用你的名额，始作俑者是他们。”看我妈的神情稍微缓和了一些，我也就放心了。而李春梅这家人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好过。接下来这几天，我用李春梅监护人的身份给她办了退院手续，又联系了一家路边小广告可以治疗乳腺癌的医院，成本低廉。我电话和他们那边联系，乳腺癌就不要治疗了，怕以后有什么后遗症，直接切除吧。而这家医院
本来也就是三无医院，属于小作坊。我要的就是这种没有任何保障的医院，最好再出个医疗事故，而且还怪罪不到我的头上来。弄好出院手续后，李春梅还躺在床上过着舒适的养老生活。护工进来通知她出院，她表情一愣：出什么院？我这病还没养好。再说了，我儿子都交了40万了，你有什么资格撵我走？护工也没和他多做纠缠。这些日子下来，李春梅可把他气坏了。他是医院的护工，不是仆人。李春梅对他呼来喝去，端屎端尿就不必说，更过分的是让护工给他做按摩。现在李春梅要出院了，护工自然是不用给什么好脸色，他直接在他身边收拾起东西来，把他盖的被子直接掀起来，要带走清洗。李春梅噌的一下就坐了起来，破口大骂：你这有娘生没娘教的东西，老娘还在躺着呢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护工说道：哼，我没什么意思，反正你都要走了，惯着你。李春梅又跳又叫：我儿子都没说让我出院，你们凭什么让我出院？老娘的病还没养好，我看谁敢动我。他气鼓鼓地坐在床上，双手叉着腰。就在此时，我推门而入，说：妈，我看你坐在床上生龙活虎的，病已经养得差不多了，我给你办了出院手续，你等下跟我回去吧。李春梅惊讶地看着我，肥胖的脸上颤抖着赘肉，似乎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她支支吾吾的：我儿子，我怎么就出院了？我话中有话，轻蔑说道：为什么出院？您心里还不清楚吗？李春梅长叹一声：爱好吧，我跟你出院就是了。我开着车带着李春梅，她坐在后座上，问我：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？我透过后视镜看着她说：我带你去另一家更好的医院。李春梅不解：你不是带我出院吗？怎么又带我进医院了？我故作关心：我看了你的体检报告了，您的心脏连着乳腺，一并都出了问题。现在心脏的问题治好了，我再带你去妇科医院治疗乳腺。李春梅像捡了个宝贝似的，笑得脸上的肥肉在一起打了架。哎呦，你还真是我的好儿子啊！我家里那个太无能了，要不是我给他出主意，让我改一下户口，我这病还不知道怎么治呢。听他说出这些话，我强忍着内心的怒火，好奇问道：妈，你说这个户口是说改就能改的吗？哎呀，现在是金钱社会，当时去派出所，就一个小伙子坐在那，我直接塞给他5万块钱，就给我改了。原来是贿赂别人改的呀！见我不说话，李春梅自知说漏了嘴，便不再言语。将他送到这个三无医院后，医生给他安排好了病房，我头也没回的就回家了。一回到家，我就看见我爸头上缠着绷带，透出丝丝的红血，坐在沙发上，因为疼痛而不敢大声说话。我急忙问发生了什么，我妈在旁边连连叹气：哎，都说了不要去找那家人，你爸非不听，一个人闯过去，被打得头破血流。妈的，这家人也太过分了，不仅想拿刀砍我，连我爸这老人他们也下得去手。我爸也唉声叹气：这什么世道啊，真是没有天理。他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对我说了，他一个人去调查了那家人住的地方，然后上门就去理论，主要也是我爸性子急，又遇上了这群蛮不讲理的人，一言不合就动起手来。这母老虎拿一根扫把对着我爸的头就是猛敲。我爸年轻时也是个性情中人，哪能受得了这个气，推搡间把这女人给推倒在地。由于肥胖，再加上缺少运动，这一躺竟起不来了。张磊见状，以为老婆死了，不由分说
对着我爸拳打脚踢。我爸这身子骨，毕竟不是年轻那时候，根本就不是张磊的对手。他拳头如雨滴般砸落在我爸的脸上，一直到这女人从地上爬起来，在背后喊了一声，张磊这才住了手。我爸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，鼻血噗噗往外冒。他拿起手机报了警，可警察来了后，定义为互殴，让张磊赔了点医药费。我爸这才去了医院，包扎了一下，好在没有伤到骨头，在家养2天就能好了。看着我爸这张扎满纱布的脸，不禁握紧了拳头，指甲几乎要嵌到肉里。做儿子的看见自己的父亲被人这样殴打，这心里怎么不来火？这家人，老子若不是让他们血债血偿，赔个倾家荡产，我就不姓张。第2天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给吵醒了。我开门一看，正是张磊。他怒气冲冲地站在我家门口，开口问道：“张小龙，你把我妈带到哪里去了？”我装作毫不知情：“什么你妈？别给我装蒜！早上我妈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把她带到医院去了，要做什么乳腺切除手术。”我也来了气：“什么你妈？户口本上写你名字了！”张磊急了，抓住我的衣领：“快说，不然有你好看的！那家医院本来就没有一个正规的名字。更何况李春梅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也不会查所在地址。她现在只知道自己在医院里，但是在哪个医院，那可就不得而知了。所以张磊这才火急火燎地找到我，想知道是哪家医院。我把我爸喊来，指着他的头说道：“你昨天打我爸，不是打得挺凶的吗？想知道是哪家医院，你就这个态度？”张磊不依不饶，仍然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老子打了又怎么样？今天连你也一起打了，刚好端了你一窝，我干你娘的！对着张磊的脑门轰了一拳，他一个踉跄，差点摔倒。没想到看起来5大3粗一人，原来是个纸老虎，挨不住我一拳，他做事就要朝我袭来。我一个扫腿，直接把他踢倒在地，直接坐在他身上，左勾拳右勾拳，打得他哭爹喊娘。这一拳是替我爸还你的！轰的一声，我一记重重的拳头砸在他的鼻子上，顿时血流不止。这一拳是替我妈还你的！砰的一声，一个肘击打在他的左眼眶上，立刻就肿了起来。他捂着肿胀的脸，带着哭腔：“你给我等着，看我不报警抓你！”我丝毫不怂，来，你报个警试试，我就在这等着。很快，警察就赶了过来。张磊像个小学生似的，在大人面前诉苦：“民警同志，这家人把我脸给打成这样，还把我妈给送去医院割乳腺了。”我见状也是丝毫不客气，将他老婆拿刀砍我，还有我爸被打的样子，事无巨细地说了。警察在了解情况后，对张磊做了一番口头教育。张磊满脸的不爽，我脸上被他打成了这个样子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警察说：“你自己对人家胡搅蛮缠，还有理了，跑到人家的家里吵架，这是你的不对。”张磊脸色有些阴沉，话锋一转：“那他把我妈给带到别的医院里了，要做什么乳腺切除手术，这是怎么算？”我立刻接话道：“那是你妈呀，户口本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那是我妈，我妈的事关你屁事。”张磊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自知理亏，不敢多说什么。警察也问道：“怎么你妈妈？”张磊也喊妈。我借机也就把事情的经过对警察说了，尤其把那40万的手术费给描述成了诈骗。警察听了后，对张磊更加厌恶，但迫于职业，不好发作。他警告张磊：“你这种行为严重触犯了法律，你现在最好把40万还给人家，再把户口本改回来。”
张磊眼见事情不对，悻悻地溜了。这个世界上还是能分明善恶的。我看向民警伟岸的身躯，不由从心里升起一股敬意。民警建议我搜集材料证据，直接对张磊起诉。对付这种人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。同时，我妈的病情愈发严重，先想办法凑钱给我妈把病给治了，这同样也是我的心头病。我问民警，可是我现在已经没钱了，家里全部的钱几乎都交了手术费了。民警说道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现在国家有医疗贷款，利率很低，你们40万贷1年，利息也只要1万块。原来医疗贷款利息这么低，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贷过款。这套房子也是我打拼多年，再用上父母的一些积蓄，全款买的。民警接着又说道，你现在就搜集证据，起诉张磊，到时候他即使不还钱，法院也会判他强制执行，他名下的房车这些资产都会拍卖，到时候会把钱直接给你。我谢过民警，真是遇上了一个好心人，立正向他敬了一个礼。民警同志也向我回了一个礼。送走民警后，我联系上了一个律师朋友，和他一起准备了起诉材料，从张磊私自篡改我户口本，从中涉及的所有人员都调查了一遍。经过律师调查，在我去医院交手术费时，李春梅一直就在暗中偷偷觊觎着我。等到我走了后，她立刻就赶到柜台前看，向刚刚的护士要了我的身份信息，然后他们找到派出所。张磊用5万块贿赂了一个小办事员，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值班，私自给张磊改了一下户籍，然后2人再去医院盗用我妈的身份进了手术室，治好了她的心脏病。得知这些后，我一拳打在了墙上。这家人真是为了到达目的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丝毫不顾及我妈的性命，只为了自己而活。殊不知，这严重触犯了法律。我赶紧让律师帮忙搜集一下起诉材料，而我自己还要处理一些事情。很快，我向当地的一家银行申请提交了医疗贷款。由于我名下有资产，而且征信良好，再加上我把这件事情一说，赢得了银行的同情。银行的经理很快就答应了我的贷款审批，甚至利息只要5000块。我拿着这笔钱，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没有直接交钱，而是先交了个治疗费，等到我母亲治好时，再交其剩下的费用。这次我妈终于能安心进手术室了。我看着她被推进手术室，一颗心终于安定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李春梅那边的手术也快要开始了。我赶去那家三无医院时，发现李春梅像精神病人一样被绑在病床上。见到我，她龇着牙咧着嘴，口中发出呜呜的怪叫声。医生这才对我说，这人简直有神经病，对着我们的医护人员拳打脚踢，还用嘴咬，我们不得已才将他给绑了起来。我说道，没事，你们这样做我很开心。医生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为了不多生事端，我还是决定把李春梅给放回去。如果真把她乳腺给割了，到时候我也逃不脱干系。把李春梅打包好，就像打包快递那样，省得她在我车上发疯咬我。用精神病人的袋子把她给套进去，我扛着她，把她丢进了车后座，将她送回了她家里。到了她家门口，我把李春梅朝门口一扔，敲了敲房门，我就溜之大吉了。等张磊发现时，已经找不到我人了。处理好这些事后，我向张磊正式提起了诉讼。张磊找到我，直接在我面前下跪了。他扶着我的手，对我说道：“张哥，你看我们都是一个姓，
又曾经都有一个妈，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把诉讼给撤回吧。我白了他一眼，滚你妈的！谁跟你是一个妈？当初我去你家找你要40万，你那时候给了我，什么事都没有。结果呢？你老婆直接拿刀来砍我。张磊眼泪都下来了，都是我家那败家婆娘，要不是她，我懒得听她废话，直接打断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没有她在，你也还是不会给。张磊这下彻底哭了。我把40万给你还不行吗？你就把诉讼撤回吧，不然我真的要坐牢。我不会看在他眼泪的份上，心软半分，冷冷说道：你现在有40万了，当初你妈生病时你怎么没有？我去你家要钱时你怎么没有？现在我要诉讼了，你却有了。我告诉你，晚了。张磊还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他激动说道：当时我们家是真没有，现在我把房子给卖了，我那套房子起码还能值个50万，等房子卖出去，我第一时间就把钱还给你。我根本不想听他多解释，你必须为你犯的错买单。民警同志说得对，对付张磊这种人，绝对不能心慈手软。你今天若是放过他，他明天绝对回过头来咬你。我诉讼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他必须为他的行为买单。法院很快加急审理了我这个案子。由于案件特殊，并且涉及一个办事人员，法院也很重视这个案件。而张磊在法庭上强词夺理，胡搅蛮缠，惹得在场所有人都心生不满。法官一再强调，如果你再这样藐视法庭，只会让你的判决更加严重。张磊怂了，法官大人，我千万不能坐牢啊！我还有一个儿子还在上学，我坐了牢以后就不能考公了。但无论张磊如何说辞，最终都免不了法律的制裁。我毫不费力的就赢下了官司。张磊被判处了3年有期徒刑，那个被贿赂的工作人员也被革职，并判处了2年有期。他的房产被法院给拍卖了，卖了50万，直接划到了我的名下。拍卖房产的那天，我特地去张磊的家中看了，他老婆和他妈李春梅死死抵住门，不让人进来。无奈法院强制执行，喊了开锁公司的来，直接把门给下了。法院的人进去后，他老婆发了疯似的，拿着菜刀见人就砍，边砍边叫：我看谁敢动老娘的房子！法院的人好声好气：你们房子已经被法院强制拍卖了，已经不属于张磊的了。他老婆丝毫听不进去：我不管看，这房子就是我的，你们敢动一个试试！他挥舞着菜刀，对着法院的人胡乱挥舞。最后警察来将他带走了，以故意杀人罪提起了公诉。而李春梅见状，忽然仰天大叫一声：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呀！喊完，突然手捂着胸口，口中喷出一股老血，心脏病又复发了。而这次没有人给他治疗，他躺在医院里，不久便撒手人寰了。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张磊被关押那天，我去监狱看了他，他得知老婆被送进了看守所关押，自己的妈也因为心脏病复发而离世，再也没有往日嚣张的气焰，垂着头含着泪对我说道：张哥，这事都是我自己做的，现在我也认清了，活在世上还是多行善事。他家破人亡，说实话，我竟有些于心不忍，对他说道：在里面重新改造，出来后踏踏实实做一份工作。他恳求我：张哥，我进去了，儿子没有人照顾，还请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，他跟着你，我放心。我思虑了一下，毕竟他犯的错不能强加到他儿子身上，最终还是答应了。他看着我，竟流出一行眼泪。
张哥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儿子跟着你也能学到做人的道理。哎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我看着张磊被送进监狱，他朝我挥了挥手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。我妈的病也治好了，我将她接回了家，然后拿着拍卖的钱把欠的贷款还清了。这件事情算告一段落。张磊的儿子被我接回了家里，虽然身上有不少的坏习惯，待人不尊敬，经常小偷小摸。起初他知道父母被关进去是因我而起，对我常常心存不满，但在我一遍遍教育下，他也逐渐改掉了坏习惯，最终慢慢融入了我这个家庭。张磊出狱那天，把他儿子给接回了家中。临走那天，他儿子对我说：“张叔叔，谢谢你这3年的照顾，在你身上，我学习到了做人的道理。以后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我看着张磊父子俩离去的背影，欣慰地笑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